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快乐中文频道，我是小花。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将作为节目主持人陪伴大家。好了，此时此刻，我们将一起通过最简单、最实用的词语和句型来学习和提高中文。内容非常适合中文初学者，也非常实用。今天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一个和我们每个人都非常贴近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如何在家练习中文》。在听故事的时候，请不要着急，一定要从头听到最后。请慢慢听，注意那些简单的句子和常用的词语。好了，现在请放松一下，一起开始今天的故事吧。开始吧。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，人们常常问，怎样在家练习中文？有些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，但其实并不是这样。你完全可以做到，你不需要学习伙伴，也不需要出门。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中文。在这个视频里，我会告诉你一些简单的方法。所以，请一定认真听到最后。在家学习中文并不难，你只需要时间和兴趣。如果你每天练习，你会进步得非常快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简单的方法吧。请记住，每天练习一点点，比一周只练习一次要好得多。当你把中文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时，它会变得更简单，也更有趣。第一种方法是和自己说话。请用中文和自己说话，说出你正在做的事情。比如说，我正在做饭。比如说，我正在打扫房间。比如说，我正在看电影。这些短句可以帮助你的大脑用中文思考。一开始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好笑，但它真的很有效。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做，你的自信心会慢慢增加，你会开始说得更快，也更自然。第二种方法是练习听力。每天听中文，你可以听 YouTube 上的视频、中文播客，或者中文歌曲。即使你听不懂全部内容也没关系，继续听就好。你的耳朵会慢慢习惯中文的声音，一天一天过去，你会听懂的越来越多。你也可以跟着你听到的内容一起重复，来提高你的发音。你可以尝试听不同的口音，比如中国大陆、台湾，来学习世界各地的中文发音。第三种方法是阅读。每天读一些中文内容，你可以读短篇故事、简单的文章，甚至是手机上的信息。请大声朗读。大声朗读也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说中文。它可以锻炼你的嘴巴和舌头，让你更熟悉中文的发音。阅读还可以帮助你学习句子结构，读得越多，你就会有更多想法用在说话和写作中。第四种方法是练习写作。每天写几句话，写一写你的一天。例如，今天我起得很早，我去散步了，我学习了中文。这种简单的写作可以帮助你记住新词，并学会正确造句。你也可以用中文写一本小日记，写下你的想法、计划或者梦想。这样可以让你的写作能力每天都进步一点点。第五种方法是观看并模仿。观看一些中文短视频，然后重复你听到的内容，模仿别人说话的方式。这会帮助你改善发音，让你说得更自然。你可以暂停视频，一句一句地跟读。这个小练习对你的口语能力会有很大的影响。
另外，请记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不要害怕犯错。犯错是很正常的，每个人都会犯错。每一个错误都会帮助你学到新的东西，所以不要放弃，请继续努力。每一个错误都是一堂课，每一堂课都会让你变得更强。另一个好方法是养成每天的学习习惯，每天给中文留出30分钟，10分钟听，10分钟读，再用10分钟说或者写。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做，你的中文能力一定会进步得很快。你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中文，做饭、走路或者旅行的时候用中文思考，这会让你的大脑一整天都保持在中文状态。学习中文就像种一棵粗树，你需要每天给它浇水，它才会慢慢长大。如果你每天练习，你的中文也会不断进步。一开始你可能感觉不到太大的变化，但几周之后，你一定会感受到明显的不同。所以从今天开始吧，在家练习，说、听、读、写，每天都做。不久之后，你就能轻松自信地说中文了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你已经知道如何在家练习中文了。你不需要课堂，也不需要老师，你只需要时间、专注和练习。每天坚持，不要停下来。很快，你就会看到自己中文水平的巨大变化。请记住，练习是成功的关键。继续学习，继续微笑，继续进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故事，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听一听，用来练习听力。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哪一种学习方法最有效？或者请在评论区分享你觉得最有效、你亲自用过的学习方法，让大家一起学习，一起进步。例如，你是怎么学习的？你觉得什么时候学习最好？你通常学习什么内容？欢迎大家分享，这不仅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练习中文，也能帮助其他学习者一起进步。最后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趣、有用、很实用，请给快乐中文频道点个赞，分享给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们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，也会帮助频道在未来发展得更好。非常感谢大家。此外，我们也非常期待你们的建议、评论和宝贵的意见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观看，希望今天的故事能给你带来放松和快乐。我是小花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